哈喽，我是金。上期说到，赛克斯成功融入到大蛇体内，变成了一个蛇形怪物，在和龙卷的对战中逐渐占据了上风。可谁知道龙卷压根儿就没使出全力呢？收到 King 已经成功将小孩带出去的消息后，终于要火力全开了。那么接下来一场超能力的巅峰对决将正式展开，究竟结果会如何呢？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啊，又来了！这些肉块同时后退了，哇哦！突然间头顶发生了坍塌，这完蛋了。Flash 一瞬间反应过来，拉着两人就要逃出去，但有人比他更快。去死吧！黑鲸一边正要下死手，龙卷的防护罩及时出现。什么玩意儿？是龙卷吗？下一刻，防护罩拖着原子武士往上方飞去。抱歉了，看来要暂时休战了。不要跑，沙袋武士！什么？墙壁在合拢？那个混蛋又永别了，世刀专用怪人。回到主战场，龙卷正和赛克斯对峙着。赛克斯明显能感受到此刻的龙卷比之前又恐怖了不少。没有了小孩的顾忌，龙卷将不再束手束脚。地面上、高楼、街道还有其余的家都在剧烈震动。下一刻，废墟城市被整个撕裂开了。紧接着，中心地带拔地而起，地势开始了剧烈的变化。一块奇怪的建筑正在缓缓形成。这惊世骇俗的举动仅仅出自一人之手。拔地而起的建筑正是怪人协会。不晃了，被奇怪的光包围住了，好厉害！这就是传说中的超级 King 状态吧？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墙壁破裂开，外面的情况瞬间浮现在 King 的眼前。这是怎么了？就在这时，电梯线突然断掉了。两人开始了高速下坠。这时比利熊临危不乱，观察到了这个奇怪的东西，是手刹吗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 King 用力捏了下去。果然是手刹，但奈何 King 的握力不够，根本控制不住下坠。好在下方似乎是柔软的肉块，两人有惊无险地逃到了地面。正巧一道熟悉的面孔出现了。 King， 现在什么情况？是杰诺斯先生。老师呢？他应该参战了。不清楚，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。还有吹雪小姐，他们也没有消息。血。这时大蛇的肉块爬了过来，将他们团团围住。但杰诺斯可不是吃素的，一招帅气的天女散花瞬间清空全场。突然间他感受到了一旁凸起的高大建筑上有特大生物反应。刚想到这儿，最顶端的高楼一声巨响，龙卷从里面冲了出来。下一刻，几道光柱从内部刺出，紧接着环绕着往上切割，最终汇集在了最顶端。伴随着一声巨响，烟尘中发光的触须正在挥舞着。赛克斯的巨型身躯终于暴露在地表之上，两人的战斗直接从地底深处转移到了穹庐之上。哈哈，该结束了，龙卷。之前有情报表明 Z 市已经沦为怪人协会的据点，如今那里已经是天崩地裂。英雄协会宣称 S 级英雄已经前往处理该事态。金属球棒在医院疗伤，也随时关注着现场的情况。此刻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了。偷偷瞄了瞄一旁的妹妹，趁她不注意将提包扔出了窗外。妹妹虽说不太了解状况，但就连这里都能隐约感受到晃动，可想而知现场的情况有多危险。她不禁问道：哥哥，英雄应该会赢的吧？放心吧，英雄是不会输的。说完，他摸了摸妹妹的头，站了起来。你去哪儿？厕所。很快，他偷摸到了扔包的地方，换好了装备，准备前往 Z 市。我去了，圈子，总是让你担忧，抱歉了。英雄是绝不会输的。就是那个嘛，最近我的对手就算距离很远，也能马上知道位置，倒是省了我不少事儿。之前那个家伙也提过怪人协会吧，要是能找到那个混蛋就好了。到了那里，应该还能和其他 S 级会合。好嘞，出发。武先生，改良泄压了。哎，
原来另一边同样受伤住院的无证骑士也担心现场的情况，准备前去帮忙。你这是要去现场吗？背心尊者又这么乱来，你浑身是伤，去了又能怎么样？或许我现在没有足够的战力消灭怪人，但那里肯定有很多市民在等待救援。那我也来帮忙吧。哎，之前发生的事情让我看到了自己和其他 S 级之间的差距，我已经决定要从零开始锻炼了。虽然还没有彻底痊愈，但救助活动的话，应该能发挥出超越之前的背星性。背星就是活跃的意思，而且看这个情况，多一张床位也是好的。哈哈，好，有你这样的 S 级道场，大家肯定会更加安心的。像我这样的小角色就是陪衬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你的内心已经穿上了背心，已经是个出色的背星人了。和这些相比，英雄排名不过是装饰罢了。哎，虽然听不太懂，但我能感受到你已经非常认可我了，谢谢。那我要全速前进了呀！就这样，背心尊者和无证骑士也出发前往了废墟城市。看上去背心尊者是受到了无证骑士的感染才决定前往的，可实际上从他破墙而出的地方可以看出，他早已经准备好了。而此刻医院里，背心发射友们正在议论纷纷，讨论着尊者的离开，竟然没有把他们叫上，难道是对他们没有期待了吗？不过也是，自从被饿狼胖揍了一顿后，很多人都退出了背心。愚蠢！这时候团队里稍有些威望的背心博士开始了发言。你们难道不明白尊者最近为什么穿这样的样式吗？看看背后就简单明了了。也就是说，他在暗示我们，看着我的背影，效仿我吧。这下众人终于想通了，原来是自己没明白尊者的意思，尊者的用心良苦绝不能被辜负。一腔热血涌上心头，一众人全都冲向了废墟城市。这帮人的动静不算小，连隔壁房的原锤血组成员也被感染了。这股势头开始了人传人的现象，只要是受伤躺在医院的人，全都整装待发。但这时，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。虽然不甘心，但现在还没到我们该出场的时候。来人正是格斗大赛的冠军水龙。可是我们在战斗能力方面并不逊色于那些英雄们呀！我的妈呀，他居然把这些东西带到医院来了！你擅长掌灵拳，掌灵拳在于心境，是不会让铃铛发出声响的无声武术。可是你从刚才起，铃铛就一直响个不停。哎，英雄的真正价值在于觉悟。现在的我们在关键时刻只会拖英雄的后腿，必须努力锻炼，变得更强才行。我想成为英雄。看来上一次奇遇的出现，让一向心高气傲的水龙改变了对英雄的看法。或许不久后 S 级英雄行列里又得多加一位了。回到主战场，高空的战斗还未正式打响，而这暴露在地面的怪人协会内部，还有人被困在里面呢。黑灯瞎火的，这啥也看不到呀！糟了，去往怪人王所在的路被封住了，我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这家伙该不会……算了，这家伙好像夜视能力不怎么样，趁现在从后面给他一下子。随便搬走一块石头，没想到正好看到了被埋在石头堆下的 Flash， 差点没给他吓死。在那儿啊！哎，你的眼睛竟然会发光耶！是啊，这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这下反倒是暴露了他能照明的能力。哼，看来你还有点利用价值。看情况，好像是出什么大事了。是啊，这次大面积崩塌，或许令其他英雄也陷入了危机，必须尽快回到战线上去。那你倒是快点出来呀！切，石头夹住我的方式很复杂，如果乱动的话，可能会骨折。要是平时的话，我可以轻松脱困，但现在，你能帮我把周围的石头搬开吗？不是吧？那行吧，我来搬石头，你照着点啊。喂，太亮了。于是他想到了，这不正好有一个间接性的灯泡吗？令人心情平静的暖色系空间。看我不锤飞你！在右边一点，对，就是那里，这块嘛，手脚轻点。那我要搬了哦。石块被拉出的时候，正好牵动了头顶的碎石。抱歉，是在右边一点的那块，是这块吗？你是不是不太擅长玩这类游戏啊？我可是按照你的指示搬的。喂，眼珠子，咱俩能不能换换？好。
还是我？我觉得应该保持平衡才行，有2个人同时搬比较好。哎，真的耶，你好聪明啊，眼珠子！想不到你还挺能干的，眼球。你们一个眼球，一个眼珠子，我可是有名字的，叫眼子，这没什么区别吧？哦，眼子啊，好像女孩子的名字呀。抱歉，我就是女性。哎，先生，请问您的英雄称号是什么呀？秃头披风侠，哈哈，你这也太随便了吧！你自己那闪光的 flash 好像也好不到哪儿去吧？喂，不要埋我，我是奇遇，请多关照眼子。哦，好，快把石头拿开。这边其乐融融的景象也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。另一边主战场上，大战即将展开了。这场位于穹庐之上的对决势必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力，究竟结果会如何呢？那么到这里，怪奇兵12就基本结束了。下期一场危及地球的战斗即将展开，神明也再次被提及，势单力薄的龙卷又能否抵挡住呢？好了，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，下期故事将更加精彩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